海棠养护不好，容易烂根，而且诱发的病菌很快会传染到枝干，从而产生湿枝。产生烂根湿枝与日常的浇水施肥有很大的关系。海棠有一定的耐旱性，但它最怕积水。海棠的树根浸泡在水中，皮层容易破裂，易感染病菌。除了积水、施肥过重，也是产生烂根的主要原因。对盆景浇水施肥要有度，尤其是像海棠这种根系比较脆弱的树种。就像人吃喝，如果不限量就会出毛病。植物也是一样，恰当的肥水，它才会感到舒服，生长才会更好。怎样掌握盆土的干湿状况？我发过一些关于盆土干湿判断的视频，像基盆听音，观察盆景生长中的状况，把小棍插进去，拔出来，这个干湿湿的就不用浇水。当然，判断盆土干湿的方法有很多，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对日常浇水规律的总结。对海棠施肥有2个阶段，在开花后施以氮为主的有机肥，时间一般在4至5月份，每个月施2次，这样可以增强海棠的抗性，减少病虫害的发生。9至10月份施2次以磷钾为主的有机肥，像磷酸二氢钾就比较好，这主要是促使海棠的花芽生长，在来年开春开出更多的花来。施肥要薄肥轻施，宁荡勿浓。这盆海棠是2年前拿回来的，对烂根的部分进行了处理，把它分成了2盆，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生长。今天再把这盆盆土翻下，把土去掉，根洗干净。对树根清洗要彻底，有的时候老泥土里面含有虫卵。洗根这种操作只在春季进行。上盆前对根进行消毒，在药店买的高锰酸钾。配合有起司令，放1粒进去就可以了。这种高浓度的溶液不能直接使用，要兑水稀释。这盆水大概20斤。对植物使用当紫色就可以，大概就是半粒的量。注意这种药有一定的氧化性，浓度不能高。现在可以把树状放进去，浸泡3到5分钟。这种方法对大多数生长有一定的杀菌作用，但皮质厚的树种不要浸泡，像榆树。晾干了再进行栽种。把这些水倒到鱼池中，给这个池子也消了毒。剪掉过长的树根，像这种老弱病残的根要把它剪干净。就用这个盆养，主要是把干养出，盆的排水性要好，也容易生长出偷生根。海棠喜微酸性的土，像海棠的叶发黄、花开不艳丽，这些都是土质缺少微酸性的反应。沙质土、多产的泥炭土，采用疏松透气的土，盆底的含氧量会高，树根呼吸顺畅，根系发育才会好。这盆做多干培育，上盆后要把叶全部摘掉，这样恢复会更快。这是分出来的另一盆，这个根型比较好，把它直接上盆。这种干的过渡是选择裁剪出来的，省掉了削干的时间。利用现有的枝条取代主干过渡，在树桩的取舍中，这种方法是利用最多的。对这种干的定型，主要是盘扎，调整好它的角度。像这条主干，1年左右就基本定型。拆除理旋比缠绕理旋还麻烦，在高温季节不要进行，伤皮层，枝干容易失水。高杆盆景选用浅盆种，这种浅盆种养对海棠的生长也比较合适，透气性好，见干见湿好掌握。有朋友说浅盆容易干盆，浅盆干了，但深盆的表土也会干，而且大多数盆景的根系只会生长这么深，上干下湿不烂根才怪。关键还是要掌握不同季节浇水的规律。海棠的品种有很多，像这个品种就比较合适做中小盆景。喜欢玩大盆景的可以养木瓜海棠，
木瓜海棠的根盘和水线都比较漂亮。海棠可以做多种造型。这盆原来是独干，这个下面又新长出来几条枝，再把这个造型变一下，选这条枝把它做成双干培育。这个粗度是肯定不够，先做一个基本定型，确定好与主干的关系。等长出的侧枝再放养一段时间，以后再去剪过渡。用海棠玩盆景成型当然是首要的，当然锦上添花更费如人意。养海棠不开花多让人郁闷，要让海棠开花，除了合理的肥水管理，有一个充足阳光的养护场地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，对海棠的修剪。海棠是在2年生的枝条上开花，不了解这一特征，一旦在修剪中将1年生或春天长出来的枝条剪掉，是不会开花的。我是山区农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